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这么久不更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了啊？先跟各位硕果仅存的朋友们通报一下，今天早些时候我生了个胖崽儿啊，最近忙于带娃，因此也顾不上 B 站了，实在抱歉啊。孩子现在能睡整觉了，我也很想大家，所以赶紧回来看看。希望这期视频做出来，朋友们能给我多多支持，一键三连。胖叔忙于带娃，更新需要一些动力。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能上5000，我就立刻出下一期，一言为定。那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来聊皇马的转会密码以及曼联的青出于蓝。那皇马呢，一向是足球俱乐部标杆一般的存在，不仅成绩过硬，财政和转会上也是众多球会学习的对象。而说到转会市场，皇马一贯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从以前集合了飞哥、小贝、齐达内、大罗等人的银河战舰，再到 C 罗、本泽马、贝尔的 BBC， 再到今年夏天免签姆巴佩，无一不是令球迷津津乐道。不过看似贯穿几十年的挥金如土，其实隐含着转会思路的调整和进化。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图啊，这张图显示了自2000年以来皇马高价球星加盟时的年龄。我笼统的把它分为3个时期：00年、10年和20年。那么00年初的时候呢，我称为成熟期。皇马转会的钱呢，主要还是砸在了28熟男的身上这里面包含了00年加盟的飞哥，当时是27岁；01年的齐达内29岁；02年的大罗算是比较年轻了，25岁；还有03年的小贝28岁。那在胖叔之前的视频足球豪门买人的年龄歧视中我也谈到过，这个年龄段的球星已经成型，身体和心理都达到了巅峰，是出成绩的时候。这几位球员更是早已扬名立万，要么是手握金球加盟，要么是手握曼联 DNA 加盟。皇马呢也是二话不说，慷慨解囊，这几位基本都是当季下窗的标王。那到了2010年左右呢，到了一个新时期，我称为成长期。那皇马的大额签约开始变年轻了。金球先生卡卡虽然还是27岁，但是09年签的 C 罗，13年签的贝尔，14年签的哈梅斯，加盟时都是23到24岁的年纪，技术能力都开始成型，但还远远没有到达巅峰。皇马此时的收购风险冒的也大了一些，结局呢也是有得有失。到了2020年左右，皇马的大额签约进一步年轻化，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卡马文加都是18岁。而今年入队的恩德里克在前年敲定转会的时候只有16岁。如果说00年叫成熟期，10年叫成长期，那20年前后收购的这批人应该就是成人期，因为他们大部分才刚刚成人。20年前皇马的转会策略和如今的转会策略相比，的确是天差地别。当年皇马签的标王都是28熟男，而如今的皇马标王鲜少有超过22岁的。那是不是只有皇马一家这么干呢？实际上整个足坛都出现了标王年轻化的现象。最近10年的标王我们看一看，15年开始，德布劳内24岁，博格巴23岁，内马尔25岁，姆巴佩19，菲利克斯19。到了20年呢，因为新冠影响，哈瓦茨是这10年里最便宜的标王了，21岁。然后是21年的姚子，22年的东子。那姚子呢是这6-7年里最年长的标王了年仅25岁。而东子呢是这6-7年最另类的标王了，加盟曼联之后打破了多项纪录，人家哈兰德从未在进球的比赛中输球，而我们东子从未在赢球的比赛中输球。人家梅西是1赛季91球，我们东子是1场比赛91分钟。那关注胖叔频道的朋友都知道，胖叔是东子的迷妹， B 站的空间上面都是东子的日常，希望和胖叔一样喜爱东子的球迷关注胖叔，常来我的空间看看。那2023年上亿的几个球员呢，恩佐22，莱斯24，凯塞多21，贝林汉姆20，年纪都在这个区间。然后是到了我们24年的下窗，还在现在进行时。目前拿下标王的应该是我们的红魔曼联，6000万虎口拔牙拿下了年仅18岁的约罗。这个约罗传说是瓦拉内和费迪南德私通生下的超级天才。那关于约罗的看法呢，我放到最后再说。那备注一下，我写稿的时候标王还是约罗，那现在看来巴黎买的葡萄牙小将内维斯很可能会转会费持平或者更高，而内维斯这孩子也才19，所以呢也不太影响咱们这里的结论。那么为什么20年前的银河战舰模式会被淘汰呢？老佛爷自己也在2002年说，没有什么比直接签超级巨星更赚钱的了。同样是破转会记录，青少年会受伤、家暴、嗑药、罢训，那买成熟球员是来之即战，风险低得多。
那为什么皇马现在会花6000万去买一个16岁连成年队都没踢过几场的恩德里克呢？实际上，银河战舰模式的确被淘汰了，但不是银河战舰模式不好用了，而是想用却用不了了。所谓的银河战舰模式呢，就是我们皇马主席商业奇才老佛爷在2000年前后提出来的，每年砸锅卖铁签一个世界最强的球星。那老佛爷也是说到做到啊，00到02年3年连续破纪录，签下飞哥、吉达内、大罗，3个都是金球。那放到今天，基本上就是前锋巅峰 C 罗，前腰巅峰梅西，右边锋巅峰安东尼，3箭齐发啊，想想都有点小激动。那当时的皇马呢，是毫无争议的转会市场之王，连续16年维持了世界转会费的记录。那就在皇马统治转会市场的同时呢，足球俱乐部也悄悄迎来了改变。阿布在03年买下切尔西只是一个开端，随着阿联酋的城市足球集团在08年买下曼城，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在11年买下大巴黎，还有我们最近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在2021年买下纽卡，中东国家基金的渗透对传统豪门主导的转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很快，传统豪门如皇马、巴萨、曼联就发现自己的对手变成了资金深不见底的资产巨鳄和国家基金。老佛爷也在18年称啊，如今的转会操作更复杂也更溢价，皇马呢必须调整策略。那这里我澄清一下，很多人认为皇马放弃银河战舰是因为19年买阿扎尔伤得太深，于是调整策略，接连买入了罗德里戈、卡马文加等青年才俊，迅速完成了年轻化的重建。那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皇马即便想转型，怎么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建立网络，完成过渡，怎么可能在19年一夜之间完成了转会策略的转型呢？实际上，在老佛爷18年公开说要调整的时候，调整已经早就发生了，后机才能勃发。那一种观点认为，皇马的前期改革很大程度受到了巴萨13年签内马尔的深远影响。巴萨同样是受到冲击的传统豪门，在牌桌上别人筹码比我多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另辟蹊径，冒更多的风险，否则因循守旧之下，只会被国家基金温水煮青蛙的一点点吃掉。于是巴萨花天价签下了从未在欧洲踢过一场球的内马尔。巴萨为此付出的成本和承受的风险，令皇马高层刮目相看，也开始正视南美市场。2014年，皇马的首席球探、转会大神卡拉法特入主皇马，亲自操刀南美市场的开发。他在前期敲定的卡塞米罗，以及之后2016年的巴尔韦德、2018年的维尼修斯、2019年的罗德里戈和米利唐等人，都是或将是皇马的基石。这里除了巴尔韦德是乌拉圭人，其他都是巴西人。所以说10年前的耕耘在如今终于获得了收获，皇马应该感谢当初斩钉截铁坚持转型，因为也有不少人在当时以为大鳄们只是花钱进来玩玩，扑腾不了几年就会发现足球世界深不见底，然后认赔出局。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过去10年不仅更多的国家基金加入了牌局，英超的经济实力也愈发雄厚，英超的众多中小型俱乐部都加入了顶级球员的争夺，转会市场的头部区域不再是皇马、巴萨等几家豪门的 VIP 区，想要签下成长期或者成熟期的超级巨星愈发困难。如今更多的俱乐部意识到，等好苗子生根发芽了再买，都轮不到咱了，还是把精力放到种子上吧。而皇马10年前就在布局，一步快，步步快，不服不行。我还记得我自己18年看皇马破纪录4500万买维尼修斯，一个18岁没踢过一场欧洲赛事的孩子，我还觉得皇马疯了。回头来看，肯定是说皇马买得好，但这种转会策略就难道没有风险吗？我们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转会大神也是主导过3000万买雷尼尔、6500万买约维奇的操作的。买半成品甚至原胚，必然是收益越大，风险越大。首先就是成长风险高。我们不说曼联的作奸犯科全明星阵容，即便是在皇马如今站稳脚跟的几个，也都不是一帆风顺。据说罗德里戈前期很不成熟，有很多态度问题，而楚安梅尼呢，也在2022年世界杯后表现大幅下滑。那第二个劣势呢，在于商业价值。那小年轻们再生猛，商业价值和流量肯定也比不过成熟期的巨星。维尼修斯和贝林汉姆多年后也许能成为皇马的商业台柱，但要有大罗和 C 罗的吸金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买年轻人有一点好处，就是在售价值高一些。买个28岁的阿扎尔突然下滑，就真的烂在手里了。但你买个20岁的年轻人，即便发展不如预期，至少还能回收一些资本。
但是足球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正如皇马受到了巴萨买内马尔的启发一样，曼联也受到了皇马转会策略的启发，研制出了一套新的转会方案，甚至可以说是青出于蓝。曼联就觉得把宝全部压在年轻人身上，风险还是太大。毕竟曼联还需要在强敌环伺的英超中争四嘛。那我又想买潜力，又要保战绩，因此曼联制定了一个杠杆式的转会策略。两边押宝，一半的钱砸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另一半我们买二八熟男，尤其是后一半特别显得曼联的智慧。那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说，投资就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现在球会都跟风买青年才俊啊，青年才俊市场高度溢价，曼联正需要恐惧。而相应的，熟男市场热度已过，兴趣寥寥，正是曼联需要贪婪的时候。在确定了转会策略之后呢，曼联需要一个转会方向。在深入的研究了皇马的转会历史之后，曼联有了一个超前的发现：维尼修斯、罗德里戈、恩德里克、卡马文加、楚安梅内，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黑人？不对。名字都是4个字？也不对。那最后曼联就发现了，他们不是巴西人就是法国人，于是曼联就要瞄准法国和巴西，耗时10年。青年才俊我们买入了马夏尔、约罗和安东尼，28熟男我们买入了卡塞米罗和瓦拉内，完美契合了我们的转会策略。其中卡塞米罗不仅是巴西人，名字还是4个字，简直是双喜临门。那回头看看花大钱买熟男这种20年前的策略呢，的确也该淘汰了。现在足球伤病损耗都逐渐增多，加上球员出道越来越早，到了28年华，身心都残破不堪，坚持高价买熟男，开出的阿扎尔只会越来越多。而曼联买的年轻人，早期的马夏尔、德佩，还有这2年的范德比克、桑乔，来之前都是花样年华，才华横溢，来了曼联呢，都蹉跎成了一个样子。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来解释了。所以我们看看皇马、曼联过去10年的投资记录，我们对恩德里克有多乐观，就该对约罗有多悲观。有些球迷朋友会说，约罗那可不一般啊，那是人家皇马想要的人，肯定错不了。抢到皇马的人稳赚不亏。那朋友们，首先，人家皇马是看你只剩1年合同，要3000万买，而曼联直接6000万买，6000万对3000万，这能叫抢赢吗？你就说是3上优亚爽还是6上优亚爽嘛？那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其次，上一次皇马本来要买，后来嫌贵，曼联主动抢到的人，就是阿贾克斯进了金球奖30人大名单的天才中场范德比克。那还有朋友说了，1年合同，曼联还舍得花6000万，肯定是慧眼识珠。你觉得是你懂球，还是曼联球探组懂球吗？那朋友们，别的不说，上一个还剩1年合同，曼联还非要花6000万买的，就是去年的芒特。2届切尔西票选年度最佳球员，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还有朋友说，这些年法国人才井喷，18年的姆巴佩，19年的孔德，20年的萨利巴，21年的卡马文加，22年的楚安马内，哪一个不是法甲出品的一线法国小妖？哪个现在不是在一线豪门踢主力？那这就是送分题了。上次曼联从法甲高价买进的法国小妖，正是我们家喻户晓的马夏尔。那还有朋友说了，你看过约罗踢球吗？知道他是去年法甲联赛年度11人吗？18岁就进这个名单，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那能问出这个问题的朋友，看来还是懂球的啊！能在基本上由大巴黎统治的法甲联赛11人中抢得一个名额，不得不说是一项壮举。那考各位老曼联球迷一个小问题：曼联上一次买了一个18岁就能进联赛11人名单的是谁？3、2、1啊，就是胖叔上一个视频的主角卢克肖。那我们来看看约罗的4个前辈：范德比克、芒特、马夏尔、卢克肖，4个人撑起了整个曼彻斯特的医疗产业。那今年4个走了2个，塌了半边天，我还担心曼市队医行业要迎来一波寒潮。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啊！约罗已经去医务室报道了，一去就是3个月。那苦的是早早买好季前赛对利物浦球票的我和我哥们儿，2个人大老远去一趟，只能看漏夫和马怪的怀旧组合。那新的那新的赛季就快要开始了，希望各位球迷朋友的主队在新赛季好运。那我也送给曼联新援约罗一首诗：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带娃之余呢，能来和大家聊聊天，也是一种释放。拜托大家多给我点赞转发，早日到5000赞，我们早日见面。